它是一战时期的版本答案，却又是为了二战赶工诞生的早产儿。它是北非群山的山丘之王，却又是人嫌狗厌的昂贵废铁。他被自己的统帅公然嫌弃，却又载着胜利的荣光，一路高唱着天佑女皇。他便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生之路，二战硝烟中探头的钢铁棺材——丘吉尔步兵坦克。从马克一型在佐姆河惊艳登场，再到马克四型在欧陆战场纵横一方，英国作为坦克的诞生国，装甲战争论的起源地，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之一，英国人在坦克设计上一定会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吧？仔细一看，不是哥们儿，怎么还在挖战壕呢？把你手中的铲子给我扔了！39年了，德国人都在论述装甲突入是否可行的时候，英法这对宿命冤家竟然还沉浸在凡尔登绞肉机里无法自拔。眼看着法国人修起马奇诺防线，英国人也想当然地认为堑壕战就是战场终极形态。即便是闪电战理论创始人富勒，他本人是个英国人，但你大英帝国硬要抢法国那个世界大战的胜利者这一 debuff 宣言。你要是这么玩，那德军可就要进来喽。虽说挺过一战的英国人仍旧将坦克作为了发展重点，并结合坦克的特点预设了坦克应该在战场上的定位，且将坦克分类成了作为攻坚使用的步兵坦克以及侧翼包抄追逐溃军的巡洋坦克。但一战的成功经验却成功地将英国带进了沟里。随着2次伦敦海军条约的签订，以及35年与德国签订的英德海军协定，已经幻想着自家海军无敌于天下的英国人又开始琢磨起了堑壕战。仗着自家海军将会无敌天下的优势，英国人认为只要自己在西欧战场上遍地挖沟，再在关键位置部署好大炮，那么德军就算再度来袭，英军也能从容面对。至于是否又会开启凡尔登战役复刻，那不是还有法国吗？德国鬼子来了，法国人不得要拉兄弟一把？秉持着这种思想，1939年制作一辆为了应对一战堑壕战那满是火炮弹坑的战场，突破阻碍士兵前进的障碍物和对固定阵地发起打击的坦克的生产计划， A20 坦克应运而生。40年时，一辆以马蒂尔达步兵坦克为原型设计的，采用车长 8.3 米加上过肩履带新底盘的坦克，在哈兰德与沃尔夫造船厂制造了出来。这款针对德军37毫米反坦克炮设计的坦克，在诞生的时候，德军已经展开了对法国的突袭。一场环法坦克竞赛不仅打碎了法国最强陆军的美梦，同时也请英法联军来敦刻尔克包饺子。面对着一场信心满满的远征作战，却在眨眼间成为了英国的本土保卫战。英军在为如何帮友军解围而发愁的同时，也意识到了自己刚造好的 A20 在如今的快速机动的装甲战中已经过时了。可即便如此，面对着海的那边是敌人，自家盟友还献上了新手大礼包的无奈，幻想着德国人的坦克顷刻间就能闪现到海岸上的英国佬早就顾不了那么多了。议会里的老爷们更是一改往日的绅士风度，指着军方直跳脚的同时，嘴里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坦克，我要坦克，给我更多的坦克。面对着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眺望到黑灰色的钢铁洪流，直冲白金汉宫的盛况，仅仅1年时光，捏着 A20 大改特改的手术工程开始了。底盘不行，改；侧炮廓砍掉，换上铸造炮塔；发动机来不及设计，那个贝雷福特卡车的发动机呢？马力不够可以改吗？给我并联起来，组个双核。面对着没有就拿，不行就砍，一辆连发动机都是凑来的坦克就此诞生了。眼看着第一辆已经被命名为丘吉尔的步兵坦克组装完成，一刻都未能进行测试，丘吉尔坦克生产线便开足马力投入了生产。至于实战测试，去前线吧少年，那里就是试验场。论不做人，还得是你啊，大英帝国。作为一战思维主导的底层设计，应付二战赶工完成的作品，丘吉尔坦克从一开始便不是胜利的设计，而是绝望的产物。这种浑身上下都是东拼西凑的钢铁怪物，简直就是坦克故障的移动展览馆。过热的发动机如同家常便饭，变速箱的防护脆得像玻璃，逼得后勤维修员隔着海岸向德国人唱征服。前线的士兵满怀复杂的心情，为他取名为工程师的报复。作为大英帝国名副其实的工业垃圾，早期的丘吉尔马克1和马克2型坦克一度被前线士兵认为，这东西生产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折磨战场上的自己人。就连英国的陆军部也对丘吉尔坦克充满怨念。正当军方决定彻底放弃丘吉尔坦克时，42年为了缓解苏联抵抗德军的战场压力，同时也是为了测试西线战场2栖登陆作战的可能性，一场代号为喜年行动的登陆战彻底成就了丘吉尔坦克的名声。
虽然这是一个让丘吉尔彻底烂穿的名声。这场原计划由盟军发起的针对德军占领的法国北部港口的2栖突袭战，却因为盟军情报对于登陆地点勘探的失误，让法国迪耶普港口的海岸成为了丘吉尔坦克的屠宰场。临近登陆点的海滩铺满了软滑的鹅卵石，使得丘吉尔坦克的复杂悬挂和窄宽履带难以适应这种路况。原本是要向前突击的丘吉尔坦克，现在却在海滩上疯狂打滑。坦克除了能在原地刨出个大坑，就只能看着远方德军干瞪眼。而原地蹲守的丘吉尔坦克直接就成了德军岸防炮和反坦克炮的活靶子。得益于丘吉尔厚重的装甲，德军的火炮虽然只是在丘吉尔表面装甲上敲门，但是丘吉尔装备的2磅炮也对德军坚固的混凝土工事近乎于无效。再加上丘吉尔坦克车底的3英寸榴弹炮射界又极其有限，导致丘吉尔坦克连反击也做不到。最终在这场被精心策划的突袭中，丘吉尔坦克的首秀以一场彻底的灾难而告终。除了少数几辆外，绝大部分坦克都在海滩上被击毁或俘获。这场丘吉尔坦克战场付费测试也让丘吉尔成为了英国最差劲的坦克。得益于丘吉尔形似长方体的外观、战场上的钢铁棺材、英国的昂贵废铁等等的名号纷至沓来。英国军方内部甚至要求立刻停止丘吉尔坦克的生产，如果没有意外，成为历史废墟里的垃圾将会是他最后的归宿。然而这场血泪教训也让英国人认识到了2栖登陆作战究竟需要什么，坦克的可靠性和专用的工程破障车辆对于2栖登陆有多么重要。丘吉尔坦克也因为北非战场的急迫性，被英军送往北非做最后一次实战性能评估。一支名为国王部队，装备6辆经过改进的丘吉尔 MK3 型坦克组成的特殊分队，在诺里斯金少校的指挥下被紧急派往埃及，参加接下来的阿拉曼战役，可谓是丘吉尔坦克的翻身之战。沙漠中的丘吉尔在面对北非德军的反坦克炮侵袭时，展现出了惊人的坚固性。作为步兵前行的护盾，丘吉尔坦克硬生生扛着炮灰为步兵开路，如同将死之人进行了一波心肺复苏。这场战役硬生生地把丘吉尔的生产线从炼钢炉底抢救了回来。这场逆风翻盘也让英国人开启了丘吉尔坦克的大怪升级之路。最初的马克1型炮塔只有2磅炮，车底上还塞着一门3英寸榴弹炮，这种为了一战而生的火力配置明显不适用2代战场。随后的马克2型将榴弹炮换成了机枪，增强了坦克对步兵的反制效果，不过2磅炮的火力依旧让人难崩。马克3型作为丘吉尔坦克的历史转折，相关设计师终于是赶上了2战末班车。一个全新的焊接炮塔加上一门6磅反坦克炮，使得丘吉尔坦克终于在火力上达成质的飞跃。按理讲，这样的护甲与火力搭配足以让丘吉尔坦克纵横北非了。可43年，随着丘吉尔马克3型一发炮弹卡在了德国新式坦克的座圈里，好消息是德国人跑了，坏消息是切，对面点的虎式来了。随后的马克4型为了增强防御，则加上了更好的铸造炮塔，不过想要称霸北非怕是难了。但话说回来，要论最能体现英国人凑合精神的，当属在北非战场上诞生的 MK5NA75 型。身处前线的工程师们在战场上可算是放飞自我了一把。在发现了那些打坏的谢尔曼坦克上，那门美制75毫米炮意外好用后，他们硬是把120辆丘吉尔的炮塔动了外科手术，将谢尔曼的75毫米炮连同炮盾一起移植了进去。这种缝合怪改装最终出乎前线部队意外的好用，它既能发射穿甲弹硬碰硬，又能发射高爆弹支援步兵的特性，收获了德军的一致默认好评，以至于后来的官方升级都在沿用了这一思路，属实也算民间倒逼官方了。最终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时，丘吉尔的终极形态 MK7 型登场了。它换装了正式的75毫米主炮，车体和装甲也经过了重新设计和加厚，正面装甲厚度达到了惊人的152毫米，是少数几种能硬扛德国虎式和豹式坦克攻击的盟军坦克。当然代价就是它变得更慢了，丘吉尔马克7型的极速只有每小时 20.5 公里，引擎设计本身也引致很多机械故障问题。不过作为掩护步兵为己的装甲坦克，马克7型依旧是合格的攻坚坦克。但除了这么多的改进版外，最能体现丘吉尔坦克战场作用的，反倒是它那独一无二的悬挂设计和先进的变速箱了。它的那套复杂的全环绕式履带和两侧各有11个的小轮子悬挂系统，虽然源自一战的堑壕战思维，但却意外地赋予了它无与伦比的攀爬能力和地形适应性。在突尼斯战役后期，当战事进入丘陵和山区，丘吉尔总算是来到了自己的舒适区。他那套为一战堑壕战设计的拥有超强抓地力和攀爬能力的悬挂系统，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天堂。德军仗着近30度角的陡峭山坡，自信能将盟军的坦克阻挡在山脚下，
毕竟能上来的轻坦没法攻坚，能攻坚的坦克又上不来。直到丘吉尔摇晃着身躯，慢悠悠但又无比坚定地爬上那些看似不可能的高地，为步兵抢占关键的火力点时，德军才不得不从防线中撤出。而这套爬山绝活，在接下来的意大利战役中更是被发挥到了极致。在那些崎岖复杂的战场上，丘吉尔坦克竟成为了盟军手中一张最意想不到的王牌。除此以外，丘吉尔坦克也是第一款采用梅里特布朗变速箱的坦克。这项黑科技让这个又长又重的大家伙能够像陀螺一样实现灵活的原地转向。这一特点保障了丘吉尔坦克的战场灵活性，也让他意外地攀升起了别样的科技路线。但其他坦克还在叠最后的甲、挨最毒的打时，聪明的丘吉尔坦克早就选择转换赛道了。凭借着自己坚固宽敞的底盘，丘吉尔坦克成功成为了英军最完美的改装平台。当初的洗年行动也让英军意识到了攻坚作战的必要实性，也思索着构建专业的工程车辆。于是基于丘吉尔底盘 AVRE 皇家工兵装甲车应运而生。他拆掉了原先的主炮，换上一门短粗的29毫米迫击炮作为攻坚堡垒，在具备坚固护甲的同时， AVRE 皇家工兵装甲车还能专门用来发射一种被称为飞行垃圾桶的重型爆破弹。那29毫米杆式迫击炮发出的40磅炮弹，内装28磅高爆弹头，一发就能把德军的碉堡送上天。除此以外，丘吉尔鳄鱼喷火坦克将车体机枪换成了喷火器，拖着一节装满凝固汽油的燃料拖车，能向100多米外喷射致命的火焰，成为了德军步兵在堑壕和堡垒中最恐怖的噩梦。等等的改装车辆使得丘吉尔坦克成为了英军的装甲多面手。但在一众丘吉尔魔改中，最为特殊的应当是名为 A43 黑王子步兵坦克的丘吉尔试验型改装车。作为英国以丘吉尔为基础研发的实验性坦克，装甲加厚至152毫米，换装17磅炮，重量增加至51吨，有良好的穿甲和防护性能。但为了追求防护，什么都考虑到了的英国人，唯独没有对丘吉尔的发动机下手，导致原本就强撑着的发动机发出了不堪的悲鸣。这也导致了黑王子步兵坦克的路面极速仅有16公里，这速度虎王屁都能在他眼前飙车了。随着曾经的昂贵垃圾变成了如今的步兵之友，丘吉尔在赢得了前线士兵的认可后，也获得了一张通往东线战场的门票。通过租借法案，大约253辆丘吉尔坦克跨越了冰冷的北海，被送到了苏联红军手中。与英国人将其视为所谓的步兵支援坦克不同，家底厚实的苏联人看着丘吉尔厚重的正面装甲，直接将它划归为正儿八经的重型坦克来使用。等到43年那场史诗级的库尔斯克会战，在普罗霍罗夫卡的钢铁炼狱里，丘吉尔坦克与苏军自家的 KV 重型坦克并肩作战，一同构成了红军的重装甲矛头，向德军的装甲集群发起了冲击。对于苏军而言，丘吉尔优秀的装甲和东部烂地的不错适应性，是对自身重型坦克力量的宝贵补充。据说苏联人甚至表示，英国给的使用说明书纯垃圾，自家军队仅靠着之前考察工厂的经验和自己翻译的资料就玩得风生水起。这怎么评价呢？只能说毛子不愧是你。战争的形态并非一成不变的，丘吉尔坦克虽然从原先在丘吉尔首相嘴里的不耻为武、别来沾边，再到后来的为自己证明，赢得了步兵之友、战场多面手的美称，但英国人刻板的将坦克分类为攻坚坦克和轻巡坦克的错误理念，终究是要为此买单的。战场上的经验也在无时无刻地提醒着英国人，一种坚固厚重装甲与灵活机动，并具备不俗火力、全能且通用的坦克才是战场最优解。面对这种新的理念，如同丘吉尔坦克这样的偏科生无疑是落后于时代的。伴随着英军不断积累战场经验，迭代升级坦克工业技术，一辆从42年就开始构思以修补丘吉尔坦克缺点为目标的全新坦克百夫长就此诞生。这颗集英国坦克工业诞生的璀璨明珠将会在日后迎来怎样的传奇，这将是另一个故事。但作为百夫长诞生的前身，1952年，当最后一辆带炮塔的丘吉尔坦克正式从英国陆军退役，属于那个时代的余晖也就此落下了帷幕。